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雅。今天是一支底妆实测视频啊，那我们要来测什么呢？测这两个东西，就是因为包装太好看了，连外壳都舍不得扔啊。那它们里面是长这样子的，非常的好看啊。让我们回到纯素颜的状态。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是素颜的状态啦。让我来边上底妆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肌肤状态。先来上粉底液，那稍微拉近一点，挤出来呢流动性也不是很大的那种。先来上半边看一下效果。那首先呢，我是一个大混油皮，是因为我的面中，比如说这一块，然后鼻子，包括眼下的这种三角区，还有就是这里呀，还有下巴中间这块，都是特别的能出油啊。然后我的眼下这个黑眼圈的这一块凹陷是比较干的皮肤，这个外部轮廓这里啊，它又是比较中性的皮肤，所以说我真的是一个很混合的皮肤。如果它这款粉底液像它宣称的那样是可以什么皮肤都合适的，那对于我这样一个混油皮而言，那它就是天菜了啊！但是呢，我自己使用下来之前的感受呢，就是也没有那么夸张，但好也是挺好的。所以今天就是给大家来实测一下，看看它这个一整天具体是什么样的。顺便说一下，我这个是干的海绵蛋，因为我自己就是比较喜欢用干的海绵蛋来上妆，我觉得这样上出来比湿的要好像好点。那这个粉底液打出来和我的脖子的颜色是很匹配的，所以说我买色号一般喜欢买稍微白一点的，因为这样子和我的脖子会比较合适。我看我这个色号是 N20 暖玉净。我印象里面应该是他们家这个系列最白的颜色了，画出来是这种比较有光泽的奶油肌啊，和我自己出油的这块皮肤，你看光泽差不多。但是这边的话还是没有这边的油大，我感觉是这样子的，而且这边的毛孔明显就比这边小多了，应该能拍得出来吧。然后挤2泵来上这边。今天测底妆呢，依旧是没有任何的妆前的，很难说会不会和你的底妆是很适配的。这个每家品牌它不一样啊。像这个牌子的话，我也没买过它的妆前，我就不搞那些的东西。看这里的颜色能看出来，它是会有一些氧化的，但是整体拉远了看，你看跟我的脖子，其实它氧化掉之后，跟我的脖子也没什么色差，氧化不算严重吧。因为咱们今天也不会上遮瑕，所以眼圈这个凹陷啊是，就这样。但是它的遮瑕力度也挺高的了，还不错，还不错。这个地方其实最近有一个疤，就是一个痘印抠出来的疤，就还在愈合当中。它这个也不会起皮啊什么的，还挺不错的。看来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滋润度的。看这个嘴唇的遮盖。还是蛮厉害的。手上这里还剩一点点啊，那我再挤一点新的，对比一下它氧化的这个程度，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很直观啊。那抹开，大概就是这样，会有一点点氧化的，但是我觉得不算很严重。能看清不？接下来我想测一个这个，一般蜜粉呢我是不打算单独测的，因为单独测一个蜜粉不画粉底也没有什么意义。但如果你画粉底再测一个蜜粉的话，就说不清谁家的配方跟谁家的会不会打架，合不合得来，我觉得就是对这个东西有点不太公平吧。但是如果我手上有和这个蜜粉是同一家出产的粉底的话，我会愿意把它们一起测，因为我觉得你自家同样系列的东西你要都打架的话，那就说不过去了，这不应该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对它相对而言比较公平一些。我之前的测评也是都是自家的蜜粉和自家的粉底搭配去测的，所以今天我也会测一测它这个粉盒还是比较有意思，是这样打开的。但是呢镜子稍微有点小哈不过没关系，反正咱有镜子就是说。然后它这个比较好的设计就是这种有一个盖子，然后可以拨起来，就比较方便。然后它这个粉扑也是就是深色的，这是我用过的啊，就是深色的粉扑，就是你能看到你的取粉量以及它到底有多脏，是不是该洗了。它里面打开的话是这样网格状的，我是凑近了是闻不到什么香味的。你像这样按取粉上来啊，你就知道大概取了多少粉，不够你就再按按。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粉盒就是不要按的太用力，不要叭叭叭叭叭的，肯定飞得到处都是啊。我一般就是这样慢慢按几下，然后你这里按按那里按按嘛，取粉就比较均匀了。一般情况下我测粉底液，然后带着他们家这个定妆一起测评的时候呢，我会只定半张脸，可以有一个直观的对比。这半边呢就留着大家看这个只有粉底液的情况。
这样只上半边呢，就是既能看到闪粉的效果，另外半边呢也能看到只有粉底的效果。我买的是03妆四物，它既不是肉色的，也不是闪的，所以呢它就真的是没什么颜色，就是一个纯纯的定妆散粉。我感觉还可以再取一点啊，因为我每次取的也不是很多，再铺一层感觉也没有变厚啊，就属于就是很清透，但是是哑光的效果，就全哑光掉了呢。那么我现在呢是关掉了这个方向的打灯，这样稍微暗一点的话，其实会看的细节更多一点啊。现在是下午的2点40分，那么我们就会从现在开始带妆一天，来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啦。大家，我化了个妆回来了，因为我刚才又拍完了一支视频的素材啊。不过为了测评的效果呢，特地没有化眼下的妆，也没有化任何的腮红高光。那么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3点45分，差不多1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来看一下吧，这边是上了定妆的，这边是没有上定妆的。那我现在是开了2个打灯，可以看到1个小时过去呢，我觉得这边还是比较好的。这边的话，因为刚上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奶油肌的状态嘛，所以光泽还是比较强的。像大毛孔的话，为什么大家油皮都会比较喜欢哑光妆效，就是因为如果是这种亮光妆效的话，它就比较显毛孔啊。这边的话基本上都还保持挺完好的，你像额头这边，不过额头的话我出油也是很厉害的。然后像下巴这边，特别是鼻翼啊，这边呢会稍微在这种很深很深的地方一点点卡粉，这个是我可以接受的范围的。这边呢也是有一点点的卡粉，勉强可以接受吧。但是基本上正面看的时候、侧面看的时候都看不太出来啊。那眼下这边呢，卡粉的话也基本还可以啊。好了，那我们会继续持妆观察，等一会儿回来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整个人就是累瘫了。因为我刚才在搞一个类似于装修的事情吧。现在时间是5点35分，来看一下现在的情况啊。我现在就觉得额头非常的油，还是定妆比较重要。你们看这个定妆的就没有这边的油了。当然也是因为我这个劳动了那么久啊，就是出油量会大大的增加。这个是我用任何底妆都有的一个堆积，因为我笑起来会这样子，它就自动会堆积进去，无论我怎么样，它都一定会进去的。至于像这样正常距离看的话，其实就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好，那我们等一下再见啦。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21点57分，差不多也有7个半小时左右了吧。一眼就能看到的就是它，首先啊，颜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啊，可以说本来是和我的脖子很匹配的颜色，那么现在呢，确实是有一点点暗下来了，而且我确实哇，从这个屏幕里面的反光可以看出来，哇，真的巨油巨油，特别是刚才我吃完了饭嘛。昏昏欲睡的这饭油就更疯狂了。那我现在自己在镜子里面看呢，其实都就是出油出的太厉害了吧，就不是很理想。但是仔细看呢，就是从妆的这个牢固程度而言，这边就上了定妆的这一边，还是要比这边看上去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啊，但是也只是一点点。这个程度，你们能感受到这个反光吗？就这个油光锃亮的，我的妈！不过话又说回来啊，我看镜子里面的这个状态呢，除了真的巨油无比之外，好像也不会说就是卡在毛孔里特别严重，是会有轻微的，特别是这种重灾区啊，会有一点点轻微的，怎么说呢？它不是卡在毛孔里面，它就是开始没有那么平整了，但也不是卡在毛孔里面，你们可以看这个特写啊，好吧，如果是我自己的话，这个情况我是必须至少要吸油的了。不过咱们可以正好看看它吸油的话会不会就变得斑驳，因为我以前遇到过粉底就属于，它可能吸油前看起来还勉勉强强，但是一吸油哇不得了，就整个一个全部卡在毛孔上。先来看一下这边。我觉得7个半小时，接近8个小时的话，是可以看一下吸油是什么效果了哦。因为真的确实也是不吸油就感觉也没什么意思，特别的油，特别的油啊。吸了油的话呢，总算是这个妆面啊，一下子就好像平静了很多。你看，
大油皮就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的。吸了油的话，感觉这边的妆效我摸一摸，也不会说因为已经持妆很久了，所以一摸就全掉了，也不会啊。它还是扒得挺牢的，这边卡纹的情况也是确实比这边要好一点点。那么吸下来的油是这样子，可以看得出来吧，稍微带掉了一点点浮起来的妆。来看一下这边。吸完油的话，这边看起来也还行啊，但是我是看上去带下来的妆，也是不少。看一下额头这边，额头带掉的话，也是感觉一下子就好了很多了。鼻子这边有一点脱妆，是因为我很痒啊，因为今天就是有点像搞装潢一样，会有一些空中的这种。反正就会鼻子痒，所以会稍微蹭到一下。这个呢也就我就不怪它了。但是呢，像这边的这个，我有一个起皮的一个痂，这个它确实是逐渐的就卡得比较明显了。像刚刚上妆的时候是看不太出来这个东西的。看鼻尖这里估计也是被我蹭到了，然后就有一些脱妆了。我连眉毛现在都是油光锃亮的。我依旧是把这个方向的灯关了一下，你们看一下这个脱妆的情况。那其实呢，在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状态不补妆的话，确实是有点不太好啊。所以咱们来进行一个小范围的尝试性补妆。但其实我自己出门补妆的话，是不喜欢这样带一瓶粉底液出去补的，我会喜欢带一个有色粉饼。但有色粉饼的话呢，它可能也是每家配方不一样，不知道谁会和谁就是不融合。所以呢，我平时如果是知道要出去补妆的话，我就不会选择这一款粉底了。但是如果有些时候会追求部分粉底的特殊妆效的话，比如说这种奶油肌啊，或者说出去没有那么久的话，我还是会依旧选择它的。那比如说我们有条件把这个粉底液带出去，并且可以进行补妆。大概脱妆的呢，也就是这边我给它补一点啊，这样直接补，因为模拟出门的话，你也不可能说全卸了重新画一个有一些你可以再给它遮瑕度填一填。刚刚这个地方刚才是有点结块的，这样补妆补一下，马上就清爽了听我讲话现在都是很疲惫的声音不好意思抱歉大家。它这样子吸掉油再补的话，就不会有那种突然上去就全部卡在毛孔里的尴尬现象了，说明它这个补妆还是可以的。可能有些小伙伴没经历过这种补妆就是我以前有用过那种粉饼式的粉底带出去补妆，甚至有些在我脸上不合拍的，就是在我吸完油之后再重新往上压补的时候，它就会在我的毛孔周围全部围在那里，围成一个一个白圈，我就那种真的是打没有，真的打没。这个话就还好，至少它没有和自己之前的底妆产品打架，不会说卡在我的毛孔一圈一圈的。那么补过一次妆之后呢，觉得确实是妆效又恢复了，大概有个8、9成新的样子。看一下，那咱们再来压一次粉，还是只压这边。它这个粉压上去之后，感觉9成9新的差不多有这个样子了可以，这个粉还是挺好的，就是帮助它补妆的这个效果挺不错的。基本上如果能够恢复到这边的妆效的话，我就还可以继续见人，或者说继续哪怕是跑客户什么的，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就挺好的。好了，那咱们再稍微等一等，看看补过妆之后它的表现会怎么样吧。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21点11分还是不错的。就我的皮肤出了一点油之后，我感觉就是把它融合的非常的好就不会很干，但是又很平整。鼻翼这边的话，怎么样好像都会卡一点点不过问题不大，因为正面看的时候其实是看不太出来的，但侧面看其实也看不太出来特别是你这样一个比较正常的距离。当然如果你贴脸的话，你化什么妆都能看得出来然后今天本来眼妆呢是忘记上打底了，目的是不要破坏妆面，特地没有画下半的这些眼影什么的，结果因为没有画眼部打底，所以它又晕了我真是没办法。我这个眼皮它就是属于不画眼部打底，基本上就是眼影全军覆没没什么牌子好像是说不画眼部打底还能撑很久的。目前为止这个地方的纹路就是
这个热啊，里面好像也还好，没有上定妆的这边还是会比这边严重一点，所以我觉得上定妆还是很有必要的。像这半边的话，我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怎么样，我总是觉得会比这边要白一点点，但就微乎其微的那一点点白啊，好像是比刚刚上妆的时候都要稍微暗那么一点点的颜色，就对比脖子的话，现在当然也是上过定妆的这边出油就比较少一点啊，整体妆效也是偏比这边要哑光一些，也是更完整一些的。这样子的话还真的挺不错的，就是需要把这个粉底液带出去补妆呢，会有一点麻烦。但是如果只要有条件能补妆的话，它还是可以续航很久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款粉底以及搭配它的蜜粉搭在一起用呢，还是效果蛮不错的，我还是挺满意这边的效果的。但是如果说这个粉底液单独的用，不用定妆的话，我可能也会那还是用一下定妆吧。那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内容啦。如果你觉得不错或者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给我点个赞哟。还有如果你对我的频道感兴趣的话，记得点个关注订阅哟。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